破香而入道，无我而现佛。梵音堂精心策划了《金刚经》智慧系列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听佛语，现本性。欢迎收看第5期。当我们第一次接触《金刚经》，内心总是充满敬畏。这部被誉为大乘佛教智慧精髓的经典，自古以来就被无数高僧大德推崇备至。有人说它能断烦恼根本，有人说它能招福避灾，更有人说只要虔诚诵读必有感应。于是我们怀着一颗期待的心，开始每日诵经，字字句句诵得无比恭敬。但慢慢的，心中却泛起一丝疑惑：为什么我念了这么久，生活没什么改变？感应在哪里？佛法的光明真的与我有关吗？这样的疑问，我们不是第一个，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。我们曾误以为诵经就是修行的全部，只要声音虔诚，自然会有奇迹发生。我们也曾把经文当作祈愿的法器，希望诵完一遍就能心想事成，转运解难。但后来才明白，我们走错了方向。佛陀讲经49年，说法无数，唯有《金刚经》被誉为能破我执法执的利剑。它从来不是一部求感应的神奇之书，而是一部指引我们见性成佛的实修宝典。如果我们只是念诵声音响亮次数频繁，却没有真正走入经文的智慧核心，那么感应自然也无从谈起。这一集我们将一起回到佛陀说法的初衷，重新打开《金刚经》的真正大门。我们不再迷信灵验的表象，而是学会如何用般若的智慧破除内心的执着与迷惑。因为真正的感应是当我们在经文中看见了自己的烦恼执念与醒悟，那一刻的清明就是佛法的回应。很多人以为只要每天诵金刚经就是在修行，是在累积功德，甚至有人把诵了几遍念得多快背得多熟当作自己修行的证明。但我们若静下心来问自己，诵经这么久，我真的变得比较自在比较清明了吗？还是只是形式上完成了诵经的动作，内心依旧被烦恼贪嗔痴执着牵引？这样的修行真的能让我们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吗？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并没有强调诵的重要，而是一再提醒我们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现如来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若我们执着于形式外象，执着于语言文字和诵读的声音，而忽略了真正的觉照与内观，那就是走错了修行的方向。佛陀的教法从来不是让我们在声音与仪轨中流转，而是要我们透过经文看见自己内心的无明，看见烦恼的根源，进而觉醒。然而我们大多数人诵经的方式其实与修行无关，我们或是在求保佑、求顺利、求平安，或是将诵经当作每日的任务清单，只求完成，没有深入经义。这样的诵经表面上看似精进，实则只是助语法，陷入了对佛法形式的执着。佛陀在经中一再强调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意思是就连佛法本身都不应执着，更不用说那些与修行无关的妄想与目的了。如果我们连佛法都抓得死死的，不愿放下，那么修行只会变成一种新的执着。我们曾诵过千百遍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但真正明白这句话的又有几人？无所住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执着，而是叫我们不要粘着于任何形式与结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诵经，但不要执着于诵经会得到什么。我们可以学佛，但不要执着于我已经是佛弟子，就比别人更高明。这种执着只会让我们在修行路上越走越偏，失去了本来想追求的清净与自在。佛法是一种实践，不是知识的堆叠，更不是仪式的累积。诵经本来是帮助我们闻思修，透过声音进入经文，透过经文关照内心，透过内观转化行为。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声音上，却从未思考经文的意义，也从未在生活中实践经中的智慧，那么我们诵的再多，
也只是空转而已。正如《法华经》中说：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，以七宝布施，若有受持此经乃至4句偈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这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修行不在于诵经的量，而在于能否将经文的智慧转化为生命的指引，是否能够为他人说，也就是能不能让自己与众生都得到真正的利益。所以我们要诚实地问自己，我为石磨诵经是出于信仰，还是只是想解决眼前的问题？是想追求心灵的安住，还是只是害怕没有诵经就会招来灾难？如果我们诵经只是带着功利心，那么再怎么诵也无法与佛法真正接轨。就像一面镜子，若被尘埃覆盖，再怎么照也看不见真实的自己。我们的心若被执着与妄想覆盖，再怎么念经也无法听见佛的教诲。诵经本是修行的重要工具，但绝不是修行的全部。它应该是让我们觉察内心的起点，是将佛法带入日常的桥梁。如果我们能从诵经中明白无常，破除执着，增长慈悲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。若只是念得滚瓜烂熟，却仍旧心浮气躁，与人争执，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上的迷失。我们要诵经，但更要觉醒；我们要学佛，但不能执佛。只有这样，佛法的光才能真正照进我们的生命，开启清明自在的修行之路。当我们诵《金刚经》，最常听到的2句话就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与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很多人背得滚瓜烂熟，但真正理解其中的智慧的人却不多。我们常误以为这些句子只是抽象的哲学概念，或者是修行人的口头禅，与我们日常生活无关。但其实这2句话正是《金刚经》的核心，是佛陀破除执着，引导众生回归本心的智慧钥匙。什么是相？在佛教里，所谓的相，就是一切我们能见、能想、能感受的现象。人的样貌、事物的形状、声音、情绪、名声、身份、关系，都是相。佛陀说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意思不是这个世界不存在，而是我们对这些现象的认定执着，才是真正的迷妄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当我们听到别人赞美我们，就沾沾自喜；听到批评，就怒火中烧。这些赞美与批评，说穿了，只是声音的像，语言的像，但我们却把它当作真实的自己，产生烦恼与痛苦。佛陀说这些相都是无常的、变动的。若我们把心住在这些虚妄之相上，就像在沙地上盖房，迟早会崩塌。我们为何容易被情绪绑架？为何总是在人际关系中受伤？因为我们住于相，把变化当成永恒，把假象当成实相，最后被自己的执着所困。这就是佛陀为石磨一再强调无相的原因，不是否定世界，而是要我们不被现象迷惑，不再执着于外相，而能见到背后那个不生不灭的本心。再看另一句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这是《金刚经》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，也是真正修行的关键。这句话意思是，我们要让心保持觉知清明，但不要执着在任何地方。你可以去做事，去生活，去感受爱与悲伤，但不能让这些成为你内心的住处。住进去了，你就会失去自由。比如我们帮助他人后，心里总希望对方感谢，或者我们努力工作后期待别人肯定，这些都是住的表现。我们的心住进了名利、情感、评价里，便会不自觉地被牵着走，烦恼也由此而生。佛法不是要我们变成冷漠漠感情的人，而是要我们活在当下，却不执着当下，能悲悯地对待一切，却不落入情感的纠缠。这就是无住的境界，也是般若智慧的展现。《金刚经》的伟大之处，不在于文字有多美，而在于它直指人心，直断执着。它不让我们停留在任何一个概念上，甚至连佛法本身都教我们要放下。佛陀说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是因为连佛法这艘船也只是让我们过河的工具，
到岸了就要放下，而不是背着船走一辈子。这种破执的教导其实是佛法中最深的慈悲，因为佛陀知道所有的痛苦都是从执而来，我们执着于自我，才有了比较与竞争，执着于他人，才有了爱恨与纠葛，执着于得失，才有了贪婪与恐惧。一旦我们能从这些执着中松开手，就能发现原来生命的本质是宁静而自在的，不需要依靠任何外在的形式。这也是为什么《金刚经》在佛教经典中地位如此特殊。它不是让我们追求有什么，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放下什么。它不给我们答案，而是让我们看清问题的根源就是执着。当我们真正理解无相无住破执的道理，就能在一切变化中守住那颗不动摇的心，不被境转，不为所困。因此，《金刚经》不是神秘的咒语，而是最实际的心法。它要我们诵经，但更要我们看清自己的心；它要我们学佛，但更要我们放下对佛的形式依附。当我们不再执着于诵经的灵验与功德，而是把每一句经文都当作照现内心的镜子，那一刻，我们才真正走进了《金刚经》的智慧大门。真正的感应不在于外境的变化，而是在于我们的心终于开始变得柔软清明自在。很多人问，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诵《金刚经》才算正确，才能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？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因为诵经不是念得多就好，也不是念得快就灵，而是要用心去诵，以法入心。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说，若有人以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不如有人受持此经，乃至4句偈等为他人说，其福德甚多。可见诵经的重点不是声音，不是形式，而是能否从经文中觉悟，并落实在生活中。那么我们该怎么诵才能诵得对，诵得深入，诵得受用？首先，我们要调整诵经的心态。《金刚经》是破执的经典，如果我们一边诵经一边心想我要得福报，我希望求财求平安，那其实就已经违背了经义，因为我们的心住在功利相得失心上，那样的诵经不但没有功德，反而让我们陷得更深。所以第一步，我们要诚实地看见自己的起心动念，把诵经当作一场与自心对话的修行，而不是一种交换条件的手段。诵经是为了照见自己，是为了让内心安住，是为了放下执着，而不是为了换来什么外在的结果。接下来，我们诵经时应该慢下来，不是速度越快越好，而是要让每一句话都进入我们的心。诵到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时，我们可以停下来思考，我今天对哪些相产生了执着？是别人的眼光，是自己的情绪，是未来的恐惧，还是过去的后悔？这一句经文是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见自己如何把外在现象当真，并因此受苦。诵经的功夫不在声音，而在于关照。就像《楞严经》所说，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我们若能一边诵经一边反照自心，那才是真正的修行。诵完经不代表修行结束，真正的修行是把经文的智慧带入生活中。比如说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是在念佛堂里才管用，而是当我们被人误会，被工作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时，能不能提醒自己，我此刻的心是不是又住进了某个情境，是不是又执着了某个念头？如果能察觉，就有机会放下，能放下，就有机会自在。这才是诵经的实修，而不只是诵完一本经那样简单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把诵经当成一种修行功课，每天固定时间，不为求什么，而是单纯的让自己回到经文中，让乱乱的心慢慢安静。这就像每天打扫自己的屋子，不是因为哪里脏，而是习惯清理。诵经也是在清理我们的心，清理那些不知不觉积累的烦恼、执着与妄想。久而久之，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变得稳定了，烦恼变少了，甚至人际关系也更和谐了。这些变化
不是突然出现的感应，而是内心慢慢转化的结果。还有一点非常关键，就是读懂经文。很多人诵经只是念字，不去理解经义，甚至根本不知道这句话在说什么，这样诵了再多遍，效果也有限。佛陀说，佛法不离世间觉，意思是佛法是活的，是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息息相关的。我们不懂经文，就如同拿着宝藏却不会打开，所以我们要学习经义，哪怕每天只读懂一句，也胜过空诵百遍。当我们明白了佛陀在说什么，我们的信心会增长，诵经也不再是负担，而是一种深深的喜悦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在诵经中不执着于诵经，这听起来好像很矛盾，但其实是《金刚经》的核心精神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连佛法本身都是方便，都是引导我们觉醒的工具，而不是让我们抓着不放的实体。如果我们诵《金刚经》却变成对《金刚经》的崇拜与执着，那就偏离了佛陀的本意。所以我们诵经是为了能放下诵经，为了能在生活中不再执着于任何事物，最终回归那个清净无碍无所住的本心。简而言之，诵《金刚经》的正确方法不在于仪式，不在于次数，而在于是否用心，是否觉照，是否实践。诵经是为了让我们不在诵经时才有佛心，而是能在烦恼中持佛念，在红尘中修佛道。如此，我们才真正与《金刚经》相应，真正走上了般若智慧的修行之路。当我们走过了诵经理解、关照实修的过程，最终要回到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最深的指引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这句话看似简单，实则包含了整部《金刚经》的核心智慧，也是一切修行人最该紧握的心法。那什么是无住心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们的心不粘着任何事物，不停留，不执着，不陷落于对人事物的情绪纠缠与得失分别中。佛法讲心生，则种种法生；心灭，则种种法灭。一切都从我们这颗心出发。若心是清明自在的，那么境界就无法绑住我们，我们也才能真正获得解脱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的心很容易就住进去，别人一句话就让我们一整天心神不宁，一个想法莫实现，就让我们沮丧懊悔一段感情的失败，就让我们陷入对过去的执着与自责。这些都是住相的表现，住在情绪里，住在回忆里，住在成败得失里。我们的心像是被钉在某个时空中动弹不得，这正是佛陀要我们警醒的。当我们的心住在任何一个相上，痛苦就会悄悄从那里升起，而我们却还以为自己是在努力生活，却不知已经被相牵着走。所以佛陀才说要生其心，但要无所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并不是变成没有感情、没有想法的木头人，而是即使有情绪、有目标、有责任，我们的内心仍保持清明与关照，不让这些外境粘着我们的内在。我们可以喜欢一个人，但不执着于拥有他；我们可以努力工作，但不执着于升官发财；我们可以行善布施，但不执着于功德果报。这样的心才是真正自由的心，是佛法中讲的菩提心，是智慧与慈悲融合的圆满之心。无住心并不是抽象的哲学，而是非常实际的修行方法。当我们遭遇逆境时，它让我们不被情绪吞噬；当我们得意顺利时，它提醒我们不因成就而傲慢；当我们在人际互动中受伤时，它引导我们放下对他人的期待与控制，转而回到内心的觉知。佛陀曾说，若现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透过一切现象看见它们的本质是空，是缘起，是无常，我们才能真正现佛，见到那个无所住、无所爱的清净佛性，也就是我们本具的觉醒心。而这一念无住心，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训练与实践的心法。不需要离群所居，不需要放下家庭不做事业，
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提醒自己，我现在的心是不是又住进去了。这是一种细腻的关照，也是一种深层的放下。放下不是逃避，也不是压抑，而是看穿事物的本质之后自然升起的一种超然与自在。举个例子，有人诵经多年，心中却仍对某人心怀怨恨，那么这段诵经的功夫其实仍是住在经文上，却没有回到照见自己的心。我们若能在诵经之余诚实面对内心的结，勇敢松开那些执着与纠缠，才是真正与《金刚经》相应的修行。佛陀不是要我们逃离世界，而是要我们在红尘中学会清醒，在关系中学会慈悲，在烦恼中学会不住，这才是无住心的实践。《金刚经》不在远方，也不在经书里，它就在我们当下这一念是否执着的心里。如果我们愿意学习用无住来看世界，看自己，看万法，那么无论处在人生哪一个阶段，我们都能安住于心的中心，不被外境动摇，不被过去拉扯，也不被未来恐吓。这样的修行不需要华丽的语言，也不靠奇迹感应，它只靠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的关照放下，回到当下，回到那个本来清净无染无碍的真如之心。所以我们说，真正的诵经不是念多少遍，而是念到自己心里不再执着。真正的修行不是有多少功德，而是我们的心变得越来越自由，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清明。这一念无住心是佛法的中心思想，也是每个人通往解脱的起点。让我们一起修这一念不住的心，一起在经文与生活中听见真实的佛法回音。走到这里，我们终于明白，《金刚经》并不是一部只能供在佛堂的经书，而是一盏指引我们心灵觉醒的明灯。它叫我们放下执着，看穿一切相的虚妄，不再被名利情感、过去与未来牵引，回到当下，回到那颗本来清净的心。佛陀的慈悲不是要我们逃避人世的种种，而是教我们在尘世中仍能拥有一颗无住的心，柔软而坚定，清明而自在。我们诵《金刚经》不为追求神奇的感应，而是愿意在每一次诵读中慢慢看见自己的执着、妄想、恐惧与执念，然后一点一滴地放下。因为真正的感应使我们的心从混乱中走向安稳，从烦恼中生出智慧，从贪嗔痴的束缚中走向自由与慈悲。愿我们不只是诵经的人，更是行经的人，让《金刚经》的智慧成为我们面对生活的力量，也成为我们温柔对待自己与他人的方法。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，若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这一念无所住而生其心，那么即使外境如风暴翻涌，我们的心依然能如明月般皎洁，如虚空般广大。愿将我们今日诵读与学习《金刚经》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，愿大家皆得自在，心安无碍。愿智慧常在，慈悲常存，共证菩提，同入般若波罗蜜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《金刚经》的核心智慧，认识了无相破执与无住心背后深沉而清净的修行之道。但这仅仅是开始。你以为《金刚经》只是用来诵读的经文吗？其实这部经曾深深改变无数人的命运，让人在绝望中重燃希望，在烦恼中找到出路。下一集我们将带大家回到佛陀当年说法的现场，一探究竟佛陀为什么要讲这部经，他又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开始这部能断一切执着、颠覆众生命运的智慧经典。别错过下一期。你以为《金刚经》只是诵经，这部经竟改变无数人的命运。带你了解佛陀讲这部经的真正用意，让我们继续同行，深入般若的大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清净明珠。